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重生80》，我靠钓鱼抓虾致富故事解说。苏志强的前世是彻头彻尾的一辈子冤种，曾经村里人人都羡慕他，娶了公认的村花傅慧娟为妻。婚后傅慧娟更是接连为他生下3个大胖小子。初为人父的苏志强满心欢喜，尽心尽力将3个儿子抚养成人。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倾尽一生付出的家庭藏着天大的骗局。直到他晚年病重，生命垂危，急需直系亲属捐献肝脏才能保命的时候，他才彻底看清真相。自己精明算计的妻子傅慧娟，从头到尾都在利用他。早已暗中物色接盘的人，只为给肚子里3个并非他亲生的孩子找一个免费的便宜父亲。这一辈子，苏志强为了这段虚假的婚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当年为了凑齐迎娶傅慧娟的彩礼，大姐狠心拿出了婆婆的治病钱应急。也因为这笔钱，大姐和姐夫产生巨大矛盾，最终失手被姐夫打死，落得悲惨结局。而年幼的弟弟为了帮家里分担压力，养活3个孩子，只能跟着父亲远赴黑砖窑搬砖干活，不幸遭遇矿难，受尽苦难。苏志强自己更是耗尽半生心血，当了一辈子替别人养孩子的冤大头。前世万念俱灰的苏志强看着这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打算将自己打拼下来的千万家产全部捐赠出去，绝不留给3个虚假的孩子。可他的这个决定彻底激怒了3个孩子，他们为了抢夺家产，全然不顾多年养育之恩，对着病重的苏志强大打出手。接连几拳落下，苏志强两眼一黑，被自己养了一辈子的孩子提前送走，结束了憋屈又可悲的一生。再次睁眼，苏志强意外重生，回到了多年前，家里正去往傅家给傅慧娟送彩礼的这一天。彼时的农村娶亲流行着3转1响的彩礼标配，傅家却百般挑剔苏家带来的彩礼。傅慧娟的母亲许秀英看着苏家送来的旧缝纫机和崭新的28大杠自行车，满脸嫌弃，当众嘲讽苏家敷衍了事。她直言这台缝纫机掉漆严重，像是用了10几年的老古董，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女儿，怒斥苏家是想随便糊弄娶媳妇，直言这门亲事门都没有。苏志强的母亲连忙开口解释，说明缝纫机只是用过的旧物件，但28大杠自行车是全新的，诚意十足。可许秀英根本不为所动，依旧不依不饶。旁边围观的村民忍不住小声议论，觉得许秀英太过刻薄。村里娶亲普遍都是3转1响加几10块彩礼，他这般临时加码，纯属刻意刁难苏家。许秀英听到村民的议论，立刻当众反驳。他表示自己拉扯大如花似玉的女儿十分不易。如今傅慧娟已经被介绍进县城糖果厂工作，是端着铁饭碗的城里人，身份早已不同往日，所以他强硬提出，想要迎娶傅慧娟，必须凑齐标准的3转1响，外加200块彩礼，1分钱都不能少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苏志强的母亲满脸无奈，苦苦向许秀英求情，坦言家里的条件十分拮据，苏志强的父亲常年在外下苦力打工，赚回来的血汗钱仅够一家人勉强糊口度日，实在无力承担这么高昂的彩礼。他恳请许秀英通融，提出剩下的彩礼钱可以让苏志强婚后慢慢补齐，并且可以立下欠条为证。许秀英对这个提议嗤之以鼻，断然拒绝，直言绝不接受欠条，态度蛮横的让苏家没钱就别学人家娶媳妇。看着许秀英出尔反尔，临时翻倍抬高彩礼的刻薄模样，年轻的苏志强再也忍不住，连忙护住自己的母亲，担心母亲被许秀英的言语气到。许秀英见苏志强护着母亲，更加嚣张，言语愈发刻薄，不断嘲讽苏家穷酸。争执之间，双方矛盾彻底激化。许秀英恶语相向，不断数落苏家。苏志强忍无可忍，当场和许秀英对峙。许秀英见状立马撒泼大喊，哭诉苏志强动手打人，引得周围村民纷纷围观。苏志强看着颠倒黑白的许秀英，心中怒火翻涌，直言这一巴掌是替受尽委屈的母亲打的，警告许秀英若是再满嘴恶语伤人，今日绝不轻饶。许秀英被苏志强的气势震慑，随即更加愤怒，当众指责苏志强原形毕露，还未娶亲就敢动手殴打未来岳母，直言若是傅慧娟嫁过去，日后必定没有好日子过。他当即反悔，原本还想着看在乡里乡亲的情分上，给苏家减免10几块彩礼，如今直接放话，就算苏家跪地哀求，也绝对不会把女儿嫁给苏志强。这门亲事彻底作废。苏志强的母亲慌了神，连忙劝说苏志强低头道歉，告诫他一旦退婚，日后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做人。可重生后的苏志强心中通透，早已看透傅家母女的真面目，对此毫不在意，反而放声大笑，直言退婚正合自己心意。他当众表明态度，不是傅家退婚，而是自己苏志强主动不要傅慧娟这个作风不端的女人，直言对方水性杨花，不知检点，
让他继续留在自家度日便可。说完便打算带着母亲转身离开。苏志强的强硬态度彻底激怒了许秀英和一旁的富家亲戚。许秀英的妹妹许萌当场撒泼阻拦，怒斥苏志强污蔑傅慧娟清白，要求他必须当众把话说清楚，否则绝不允许他踏出院子半步。周围村民也纷纷议论，感慨苏志强胆大，居然敢当众和女方家撕破脸，还出手争执，纷纷远离现场，不想沾染是非。许秀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哭诉自己辛苦养大女儿，却被穷酸的苏志强肆意污蔑名声，哭诉女儿日后难以嫁人，卖惨博取村民同情。傅慧娟见状也连忙上前，假意询问母亲状况，转头质问苏志强为何当众诋毁自己。苏志强的母亲满心疑惑，连忙询问苏志强，方才说傅慧娟水性杨花究竟是事实还是一时气话。苏志强十分笃定地告诉母亲，自己绝非胡言乱语，这个女人品行不端，根本不配嫁入苏家大门。他还提前告知母亲，不用多久，最多8个月，傅慧娟就会挺着肚子嫁人。前世她嫁入苏家仅7个月就生下孩子，还百般抵赖，谎称是苏家营养不足导致早产。母亲看着儿子笃定的模样，选择全然相信他，不再执着于这门亲事。苏志强随即宽慰母亲，坦言自己将来一定会迎娶端庄体面的城里媳妇，绝不重蹈前世的覆辙，再也不做任人拿捏的冤大头。母亲只当他是年少气盛说大话，感慨家里连乡下的彩礼都凑得艰难，根本无缘迎娶城里姑娘。但看着儿子有志气，心中依旧满是欣慰。就在这时，苏志强的弟弟治国、妹妹志轩赶了回来。苏志强看着眼前安然无恙的弟弟妹妹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前世弟弟远赴黑砖窑遭遇矿难，妹妹受尽委屈的画面涌上心头。他暗自发誓，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让弟弟妹妹吃苦受累。他紧紧抱住弟弟，温柔安抚年幼的妹妹，许诺往后一定会努力赚钱，让弟弟妹妹天天吃肉，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。弟弟治国满心疑惑，询问哥哥为何将准备好的彩礼原封不动拉了回来。苏志强随即向家人道出原委，讲明是许秀英临时变卦，额外要求添置手表、收音机，还要追加200块彩礼，刻意刁难苏家。他再次直言傅慧娟品行不端，自己绝不做买1送1的赔本买卖，坚决不娶这个女人。家人连忙劝阻苏志强，认为他不能因爱生恨，随意诋毁姑娘清白，免得坏了人家名声。就在此时，大姐匆忙赶来，拿出自己和姐夫凑的钱，催促苏志强赶紧拿着钱去傅家道歉，尽快把傅慧娟娶回家。苏志强看着手中的钱，瞬间想起前世的悲剧。大姐就是因为拿出婆婆的治病钱帮自己凑彩礼，最终和姐夫爆发冲突，落得1尸2命的悲惨下场。想到这里，苏志强断然拒绝收下这笔钱，立刻让大姐带着钱回家。他严肃质问大姐是否亲眼确认婆婆的发烧症状已经彻底消退，提醒大姐婆婆已是60多岁的老人，身体经不起折腾，若是因为没人及时照看出了意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强硬要求大姐立刻回家带婆婆就医检查，绝不允许她再为自己的婚事掏空家底，耽误家人。大姐虽满心不解，但还是答应先回家照看婆婆。苏志强随即向母亲索要10块钱，母亲疑惑询问用途，他直言要进城置办挣钱的工具，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养家，不再为彩礼和婚事委屈妥协。安顿好家人后，苏志强带着弟弟治国一同进城，打算寻找赚钱的门路。母子几人刚离开不久，在家休养的母亲突然高烧复发，身体滚烫，情况危急，家人慌乱不已，连忙将母亲送往医院救治。医生怒斥家人疏忽大意，告知若是再晚送来半小时，高烧就会烧坏脑部，索性及时送医，打完吊瓶，做好保暖剂口便能恢复。经此一事，家人纷纷感慨，多亏了苏志强提前阻拦大姐，及时发现母亲病情，才避免了悲剧发生。大姐心中满是感激，连连向苏志强道谢。苏志强却十分淡然，直言姐弟之间本就该互相扶持，让大姐往后多专注自己的家庭和婆婆的身体，不要再为自己的事情掏空家底。饭桌上，大姐再次询问苏志强进城的创业计划，担心他年纪轻轻胡乱折腾，败光积蓄。苏志强信心满满，告知大姐如今县里支持个体经营，自己打算做小生意，本钱可以自行解决，后续还会邀请大姐入股一起赚钱，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。次日，苏志强带着弟弟治国进城，临行前大姐悄悄塞给他票据，叮嘱他进城购物没有票据寸步难行。进城后，妹妹志轩看着商店里的糕点十分眼馋，苏志强心疼妹妹，打算买下半斤桃酥和半斤椰蓉饼干，总共需要8毛钱。年幼的志轩连忙阻拦，
心疼8毛钱可以买下1斤猪肉，担心父母责怪自己乱花钱。苏志强温柔宽慰妹妹，让她安心享用，所有过错都由自己承担。随后，苏志强在商店购置了钓鱼所需的船形鱼钩、大号编织网，又在街上向摆摊的大叔购买了大力马绳，准备靠捕鱼开启创业之路。返程路上，姐弟几人偶遇父亲，苏志强连忙让弟弟妹妹谎称自己只是去河边闲逛，隐瞒进城置办渔具的事情，避免父亲提前阻拦。回到家中，父亲得知苏志强执意退婚，还在外胡乱折腾，顿时怒火中烧，怒斥苏志强不知好歹。旁人都羡慕苏家，傅慧娟不要3转1响也愿意嫁过来，如今更是有铁饭碗，月入30多块，是10里8村的好姑娘。苏志强却肆意诋毁，执意退婚。父亲强硬要求苏志强尽快迎娶傅慧娟，不许再胡闹。苏志强不慌不忙，向父亲争取了3个月的时间，笃定3个月之内，傅慧娟的腹中一定会显怀，届时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，让父亲切勿到处声张，静待结果即可。父亲半信半疑，暂且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深夜，苏志强带着弟弟治国出门，打算夜间下河捕鱼，抢占先机赚钱。路上，2人偶遇村里的老光棍傅云山，对方深夜在外游荡，行为诡异。苏志强当场拿捏住傅云山，以揭穿他的秘密为要挟，顺利借到了傅家的驴，方便后续进城售卖渔货。随后2人又偶遇独自夜行的玉琴婶，苏志强看穿傅云山一直默默守护玉琴婶的心思，心中暗自打算这辈子帮2人化解遗憾，促成好事。抵达河边后，苏志强熟练调配秘制棒子面饵料打窝，精准把控捕鱼时机。没过多久，大量草鱼、鲫鱼、鲤鱼、鲢鱼纷纷进窝，短短半个小时就收获了20-30斤渔获。兄弟2人连夜捕捞，收获颇丰，不仅捕到大量普通鱼类，还收获了1条15斤重的大鲤鱼。苏志强安排弟弟将部分渔获放入下游水草区藏匿，留待次日收取。2人轮流值守垂钓，一直忙碌到深夜。深夜迟迟不见孩子归家，母亲放心不下，独自出门等候。父母看着满满1篓鲜活的大鱼，尤其是15斤的巨型鲤鱼，震惊不已，纷纷感慨儿子真的闯出了名堂，终于能为家里分担压力。母亲随即打算次日烹饪桂鱼，让全家人好好补补许久未曾沾过荤的身体。收拾渔获时，弟弟治国从地笼中翻出大量黄鳝、泥鳅，还有不少外形怪异的小龙虾，误以为是无用的虫子，随手扔了大半。苏志强见状连忙阻拦，告知弟弟这些虫子是后世火爆的小龙虾，价值极高，让弟弟后续干农活时多多捕捉，积攒起来售卖赚钱。次日一早，傅慧娟主动找上门，一改往日的高傲姿态，低声向苏志强道歉，为母亲临时加价、刻意刁难的行为致歉。她坦言自己可以不要彩礼，不要3转1响，只想和苏志强好好过日子，只因自己腹中已有身孕，急需找一个安稳的接盘侠，保住自己的糖果厂铁饭碗。苏志强早已看穿他的心思，心中毫无波澜，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和，直言绝对不会迎娶品行不端的傅慧娟。傅慧娟又气又急，质问苏志强为何如此绝情。苏志强只冷淡回应：便宜无好货，彻底断绝了2人的所有可能。随后，苏志强牵着借来的驴，带着连夜捕捞的新鲜渔获，前往镇上摆摊售卖。他为人实在，做生意灵活，给顾客优惠让利，态度亲和，很快吸引了大量顾客，生意十分火爆。摆摊期间，他偶遇白果小学第1天任教的校老师，瞬间认出对方是前世的救命恩人。前世妹妹志轩被傅慧娟逼迫跳河，校老师毫不犹豫下水救人，最终不幸被水草缠住溺水身亡，遗憾离世。为报答前世恩情，苏志强刻意给校老师的鱼打5折，还贴心提醒校老师近期不要靠近湖边，规避危险。校老师只觉得苏志强言行古怪，满心疑惑，却并未多问。1上午的售卖，苏志强收获颇丰，赚取了30多块钱，相当于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。重生后的第1次创业圆满成功，剩余少量未卖完的渔获，苏志强打算带去城里送给大姐补身体。返程时，父亲看到剩余的渔获，误以为苏志强生意惨淡，胡乱浪费。得知他1上午赚得的收入后，彻底改观，满心欣慰。与此同时，傅慧娟在家中得知苏志强摆摊卖鱼，生意火爆，还舍得将渔获送给旁人，却丝毫没有顾及自家，心中又气又急。她深知自己怀孕的消息一旦泄露，铁饭碗必定不保。而苏志强似乎已经看穿了一切，让他倍感恐慌，只能暗中联系孩子的亲生父亲寻求对策。苏志强和弟弟再次连夜下河捕鱼，升级装备，扩大捕捞范围。
依托连通大江的大湖资源，收获远超昨日，成功捕获一条30斤的巨型鱼王，加上各类鱼虾、黄鳝、泥鳅，总渔获量接近200斤。兄弟二人干劲十足，计划次日将全部渔获运往县城售卖，赚取更多收入。次日，兄弟二人赶着驴车进城摆摊，定价公道，渔获新鲜，待人热情真诚，生意依旧火爆。短短一上午，渔获基本售卖一空，共计收入100多块钱，收益十分可观。摆摊过程中，肖老师的母亲闻讯赶来，想要购买鲫鱼给怀孕的儿媳妇熬汤补身。苏志强听闻对方家中有孕妇，十分贴心，不仅优惠售价，还额外赠送2斤高蛋白泥鳅，人品和服务收获了顾客的高度认可。收摊后，苏志强带着精心预留的桂鱼和鲫鱼前往大姐家探望，担心大姐和腹中胎儿的身体。前世大姐就是在不久后操劳过度，被婆家苛待，最终落得一尸两命的结局。这一世他决心护住大姐。抵达大姐家后，他亲眼目睹大娘对大姐百般苛待，即便大姐身体不适，反胃难受，依旧逼迫她洗衣做饭，按时给姐夫送饭，人前一套背后一套，十分刻薄。苏志强心中怒火升腾，当即让大姐停下休息，亲自下厨做饭，还让弟弟给大姐端热水，悉心照料。随后姐夫归来，苏志强主动向姐夫道明情况，告知姐夫大姐大概率已经怀孕，近期身体虚弱，不适宜劳累，叮嘱姐夫尽快带大姐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好好呵护妻儿，切勿再让大姐受委屈。得知妻子怀孕，姐夫又惊又喜，瞬间明白了母亲的刻薄行径，心中满是愧疚，当即承诺会好好照顾大姐。趁着氛围合适，苏志强主动向姐夫提出合作做生意的想法，打算在姐夫的茶水铺旁搭建棚子，售卖烧烤、风味小吃和小龙虾，只借用场地桌椅，按时支付租金，不会分走茶水铺的利润。姐夫起初满心疑虑，担心苏志强从未做过小吃生意，最终亏本吃亏。可在品尝完苏志强亲手制作的饭菜后，彻底被他的厨艺折服，当即答应合作，决定安顿好大姐后，就帮他搭建经营棚子。敲定合作后，苏志强带着弟弟前往菜市场采购香料，途中意外撞见傅慧娟和糖果厂的生产经理李东私下密会，他瞬间洞悉全部真相。李东就是傅慧娟腹中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前世孩子满月时，就是李东以厂领导的名义上门探望，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终于浮出水面。苏志强看着二人密谋算计的模样，得知李东为了稳住傅慧娟，掩盖丑闻，特意拿出200块巨款，让傅慧娟对外宣称不要彩礼，倒贴嫁人，逼迫苏志强接盘。多年的绿帽屈辱，前世的悲惨遭遇涌上心头，苏志强满心愤恨，暗自发誓，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惨痛代价。为彻底揭穿李东的真面目，砸掉他的铁饭碗，苏志强前往文具店购置信封和纸笔，亲手写下匿名检举信，实名检举李东作风败坏，玩弄下属，以权谋私，让弟弟将信件送往糖果厂保卫科，直接递交厂长。处理完此事后，苏志强再次找到傅云山，先是巧妙化解了对方索要驴车的怒气，随后看穿傅云山对狱情审的深情与自卑，特意为他规划出路，给出3条改变命运的计策。他叮嘱傅云山收拾自身形象，勤快肯干，在狱情审受欺负时主动撑腰，收获对方的好感。同时，他打算手把手教傅云山修理自行车的手艺，自己出本钱和技术，傅云山出力气，盈利28分成，帮傅云山赚钱立业，早日堂堂正正迎娶狱情审。傅云山听闻能赚钱，能成家，瞬间干劲十足，当即答应全力配合。返程途中，弟弟妹妹缠着苏志强，想要品尝京城烤鸭。苏志强宠溺不已，哪怕从未做过，也决心满足弟妹的心愿，专程去村里梅姥姥家买来鸭子，亲自下厨处理制作，还准备烹饪桂鱼，给家人改善伙食。与此同时，村里的发小前来串门，听闻苏志强原本即将迎娶傅慧娟，特意上门恭喜。得知苏志强执意退婚后，发小当即表示自己有意追求傅慧娟，父亲也依旧不死心，再次劝说苏志强接受傅慧娟，坦言傅家愿意倒贴150块彩礼，免去3转一响，条件十分优厚。苏志强依旧态度坚决，直言许秀英生性抠门，绝不会无故让步。傅慧娟主动倒贴，降低身段，必然是心中有鬼，另有图谋，自己绝不会再做接盘的冤大头。无论旁人如何劝说，都绝不妥协，坚守自己的底线，一心搞事业，护家人，开启全新的人生。